还是这个人呢，黄金国王1v1求虐啊，几个月不见又看到他开房了，对吧？然后还是熟悉的配方，他说你会玩吗？我说我肯定会的，对吧？我肯定是你那熟悉的魔鬼咯。然后我们就进来玩一下。这个对手呢，以前跟他玩过，他叫那个什么玉麒麟啊，有些粉丝应该也了解啊。这一期素材呢，我也放了好几天没有发。我记得呢，这一期素材呢，好像是凌晨1、2点钟打的啊，因为那天晚上呢，我正好打了牌回来，素材还没有打。然后我就打开电脑呢，随便玩了几局啊，正好看到这个人开房间了，对吧？因为大半夜呀，凌晨了，没什么人玩游戏了，正好看到他了，那没素材只能找他凑1、2把素材，对吧？我们看看这个人1、2个月不见有没有进步啊？反正呢，他还是说要来厉害的1v1求虐，而且呢，他一进来也是熟悉的配方，你会不会玩？你不会玩不要来。哎呦，这个谈笑之间，你看我的狗居然没有咬赢，被他咬死了，我占不到下面的油田了。然后这一盘呢，我选了一个美国，我记得我以前跟他玩呢，也用过美国啊，用过盟军。我是想给他吃闪电风暴，但是上次好像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给他吃到闪电，对吧？这一次呢，我们准备还是要用盟军，再给他吃一个闪电风暴啊。然后呢，他坐车来偷油田，我也坐车过来拿油田了。这样我们一人拿了个油田，然后他这里面还装了一个防空，装了一个6人了，有可能呢想把我这个油田摸走。我们提前在这里甩个矿场，万一被他摸走了，就不能在这里甩建筑了。提前把矿场甩在下面，然后我们的坦克呢直接打过来，先把他的油田干掉。他的坦克呢还在家里发呆，没有过来，对吧？没有过来，等他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油田就已经爆了。然后我们把牛缩到家里去啊，先吃那个彩色矿。美国的话呢，就早一点出空子部啊，这样有这个免费的伞兵，而且这个地图呢还有个飞机场，相当有2波伞兵，对吧？他的伞兵投到我家，我们就在家里招一点狗啊，用狗咬他的伞兵，然后我的伞兵呢也投到他家，我这边再来2个坦克堵他的矿场，先不让他吃这个彩色矿啊，把他这个彩色矿。这个矿场给他打掉，他吃不到这个彩色矿呢，就比较卡钱了。你看我提前把这个彩色矿吃完，我的经济呢就要比他好啊。然后我们坦克赶快过来打这个地堡，他的坦克到上面去了，防守我的伞兵，我们就直接把他这个维修厂给他打掉啊。这个人呢，反正跟他玩过几次，他为什么老喜欢占这个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啊，虽然可以修坦克，可以在这里放矿场。但是那个矿呢，基本上用不到啊，除非呢打到中后期才用得到。他开局出个6人占那个呢，就浪费了经济，对吧？然后他去打我的矿场，打我的油田，我就不要加，直接往他家里冲，因为我的建筑比他多啊，我直接往他家里冲，他只能回防，他换家他换不赢。然后我这个坦克呢，被他回来了，肯定跑不掉。跑不掉就直接换他的重工，把他重工换掉也可以啊。然后在家里甩个矿场，把牛车飞回去。这2个坦克呢，就带着他回去逛一圈花园，把他勾引回去啊。虽然我的坦克全部死完了，但是他没得重工，你看到没有？下面的彩色矿都还没有吃到嘴里，他非常卡钱。他重新造一个重工呢，就更卡钱了。虽然我一个坦克都没有，但是呢，我这个路口啊丢了2波伞兵，你们注意看哦。丢了2波伞兵，他要走这里过，等他到我家就被我这个伞兵全部打冒烟。我家里有2个坦克就能守得住啊，看他敢不敢冲。如果呢他把坦克走到下面来绕一个大圈走那边过来也没有用啊，我也可以把伞兵调过来调到我家这个悬崖边上，他这几个坦克冲到我家呢也打不死我，主要我2波伞兵在那个悬崖上，他过来我收一点过路费，坦克就冒烟了。然后他把伞兵投到我家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对吧？这个狗喂了一波狗粮啊。然后他重新出了一个矿场吃这个彩色矿，你看这都打到中后期了，他彩色矿都还没有吃完，然后他又出了一个重工啊。我们现在呢家里的矿快采完了，采完了以后呢准备发展下面的矿啊，但是我下面的油田被他打掉了，等一下我要拖基地下来。然后我们2波伞兵呢继续投到他家的悬崖上面，看到没有？我投到悬崖上面，他坦克上来就被我这个伞兵打冒烟了。然后我的坦克在占领这个高地位置，你看这高地位置有3波伞兵，他这个坦克根本过不来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呢把基地车拖到下面去，开发一片矿啊。然后坦克在山头上就可以打他的飞机场。
把他的飞机场打掉，他就没有伞兵了，对吧？这个对手看到我的伞兵太多了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伞兵啊，这伞兵蹲在悬崖上面相当厉害。他看到我出了这个有这么多伞兵以后呢，他就开始造辐射了，辐射把我的伞兵整死了也没事啊。他现在已经发展不到下面的矿了，他家里的矿一旦采完，他就是慢性死亡。我们占到下面的矿呢，等一下就有钱了。现在虽然经济稍微卡钱，等一下我吃到的矿马上就有钱，有钱了以后呢，准备给他吃闪电风暴，对吧？完成上次没有完成的任务啊，准备给他出个闪电风暴。然后我的飞行兵呢，在打他的坦克，他连造防空的钱都没有，你看非常穷，对吧？又要造辐射，然后我来一个飞机把他的辐射炸掉，辐射也比较贵的啊，主要这个地图比较穷。然后他加了一个防空炮，呢，你不喜欢出防空车，你出防空炮，我的飞行兵呢又拐到上面去，然后把牛车缩到下面采矿啊。你看他修电厂的钱都没有，看到没有？相当的穷。然后你造防空车也没有钱，造防空炮也没有钱，我直接把你的电厂打掉。他来了一个蜘蛛啊，想钻我的基地，因为等一下我的基地还要拖到这边来，他躲到树里面，我们就用飞机炸他的蜘蛛。哎呦，他蜘蛛躲弹没炸成功，然后我们继续打电厂，他又加了一个防空炮，你看又没有电。你不喜欢出防空车，老造防空炮，防空炮比较贵，而且防空炮呢比较耗电，又不能动，你还不如出个管子兵呢，你还在补电厂，你看电厂也要花钱的呀，你家里的矿都快采完了，你不出管子兵吗？这里有个兵营，有雷达，可以出管子兵啊。你看他不出，我就继续挠到他没电为止。然后他实在受不了了，终于出了一个管子兵了，然后呢没有然后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我在家里准备造闪电，他呢就只能在家里等死了。我在等闪电，他在等什么？他只能在家里等死。因为他家里没有矿了，对吧？马上就没有钱了。你看牛车都已经罢工了，我们不由自主的造了一个闪电风暴啊！现在就摆好姿势，等他出来就行了。他又造辐射，我这个路口估计站不住。这个辐射一直蹲的话，你强行守这个路口是守不住的啊。所以说我们准备把坦克派到下面来。派到下面来守住家里就行了，他出来他也打不赢。我们还造了几个光灵坦克，然后他受不了了，因为他没有钱啊，没有矿区啊，油田也没有，只能硬着头皮冲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闪电风暴呢，造到一半还没有出来，没钱了，只能暂时的把闪电风暴退掉啊。退掉以后先守住这一波，他已经破釜沉舟了，然后我们甩个地堡，掐住他的头。你看我是主战场，他再怎么冲他也冲不赢。然后这个对手就打字了，他说再来，这一把我轻敌了。直接受不了投降，对吧？我记得上次我跟他玩呢，第一盘也是准备造闪电风暴，他也是说呢啊再来，我没有认真，对吧？我轻敌了。本来我是想造闪电风暴，但是他不给我造闪电风暴的机会，每次闪电风暴快出来他就投降了。哦哟，这狗呢又没有赢，你看主要是凌晨打的呢状态不怎么好，对吧？有一点犯困，然后又没有咬赢呢，我们又没有站到下面的油田了，只能呢坐车去站，直接出一个防空啊，出个防，他也坐车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直接造了2个防空，而且造了3个6人，这样花钱的话，你经济会比较卡钱了。他一个占这个飞机，占这个维修厂，他老喜欢占这个维修厂，又去到下面占2个油田，我就干脆不占油田了，我直接偷你的重工，把他重工偷掉，他占的2个油田都没有用啊，因为你开局造这么多6人跟防工比较穷的，你现在占了2个油田又能怎么地？你现在连重工都没有，重工还要花2000块钱去造，然后呢我们就有坦克，他没有坦克啊。我们有坦克以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坦克的优势发挥出来，然后我直接2个坦克又过来堵你的矿场，他又吃不到这个彩色矿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占了2个油田，你吃不到这个彩色矿也是比较伤的啊。然后他又造了2个地堡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彩色矿吃的比较慢，它发展的就比较慢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造一个维修车啊，一波伞兵投到他家，又得骗他1-2个地堡。然后我们造个维修车以后呢，把下面的那个油田呢，再给他物归原主啊。这样呢，我的发展呢又要比他快了，对吧？他只有1个坦克，然后他在我们他有3个坦克，在我门口甩了
2-3个地堡啊，我们就不能打了，把这个油田呢先给它偷过来，偷过来以后呢，然后在家里再出个矿场，把牛车缩回去，我们现在就有4个牛了。这个油田呢，来钱没有牛车来钱来得快啊。虽然你占了几个油田，这个油田呢属于那种打的双方僵持不下，谁的油田多了，那个油田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。他没有矿区的话，他采矿没我采得快的话，等一下他经济就跟不上我了。然后他伞兵投的下面要打我的油田，对吧？我把伞兵呢也投的他家啊。哎，你看他现在就没钱出坦克了，造了4个坦克就没钱出了啊。然后我们这个防空车呢，又带着他逛花园，左逛下右逛下。你伞兵打我的油田呢，我的伞兵就打你的油田了。然后他现在已经没钱造坦克了，他稍微有点卡钱，我们就把坦克呢停在这个山头上，哎，停在山头上北漂，你看到没有？无伤打他的地堡。然后这边呢，伞兵把他那个坦克整死了，再把他这个油田干掉。哎，你还得造地堡啊！你再不造地堡，你守不住。你造多了地堡呢，你就没钱出坦克。你看他只有5个坦克，我这里10来个坦克，我都不需要什么操作，直接往前面冲，点死他2个坦克，点死了2-3个坦克以后呢，就不要跟他的地堡纠缠了，我们直接推到这边来。哎，推到这边来，你得回来呀！你不回来，我就往你家里打。你躲在家里甩地堡、甩伞兵，我们就走到高地上，打你这个飞机场，哎，把他这个飞机场给他打掉啊！打掉以后他又得上来，对吧？上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掐住他的头，直接点他的坦克。但是我这个小飞熊呢，豹子可啊，装甲不行，我打掉他的坦克，互相抵消了。抵消了以后呢，我在这里再投一波伞兵，让你回不来，你回来就被我的伞兵白嫖。然后呢，他就用这个牛车吸收子弹，掩护坦克出来。但是这个牛车吸收我的伞兵的伤害呢，牛车也会冒烟了。然后我们家里又造了这么多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因为我采矿采得比他快，我发展比他快，然后我坦克就比他多。然后他的牛车扛着坦克扛着大兵的伤害，掩护坦克回去，又死了一个牛车，你看。死了个牛车，我们又有个3星大兵，他又得造辐射了。不造辐射，那个3星大兵在这个山头上，他又很难受啊。然后这一盘呢，感觉剧情又差不多，对吧？我又是提前走到下面来吃这个彩色矿，等一下我又可以造闪电风暴啊。然后呢，他要造辐射，哎呀，你看辐射被美国大兵整死，辐射界的耻辱呀。然后你造了一个辐射被我整死了，你又得造辐射，我伞兵又投了他家，让他花钱造辐射。他本来就比较穷，等一下时间耗得越久他就越穷。他伞兵还投到我家，我们把家里卖掉啊，反正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矿了，早晚都不要了，把这个东西全部卖掉。然后呢，他看到我的伞兵到他家里去，他没钱造辐射，只能坦克加牛车回去防守我的伞兵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你看他自断桥，他害怕我冲进去，他把桥给炸断，炸断了以后呢，那就更好了呀，你就一辈子不要出来的，对吧？等一下我们又可以造闪电风暴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出一个矿场，我矿场被他打掉了，我的矿场是能造出来的。哎，我就在家里等你这个坦克出来，我就躲在后面来，后面有伞兵，而且时间耗得越久，我的伞兵越来越多，他已经没有伞兵了，他的飞机场被我打掉了。你躲在家里没有用的呀，家里没有矿，没有矿呢，自我封闭，那早晚都是个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把家里的矿场卖掉，在下面摆一个矿场，就有4个牛了。再拖基地发展，等一下有了5个牛，几片矿，我的经济一下子就腾飞了。然后他怎么办？他躲在家里有什么用？我不打你嘛，你跟这把桥断掉，躲在家里那就是慢性死亡呀。我等一下又要憋闪电风暴，他受不了，投降了。投降了以后呢，他说叫我再跟他玩几盘，对吧？本来打完2盘我就不想打的，他想再玩1盘呢，我们就用一把苏军了。苏军的话呢就比较快了啊，我也懒得解说了啊，反正苏军呢就1-2分钟就打完了啊。